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Drum Lab Taipei， 我是韦恩。今天超级兴奋，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支 Drum Solo 作品。OK， 前面就是一些精彩的片段，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在解析我这支 Drum Solo 影片在打什么，以及有很多 Polyrhythm 的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除了技巧之外，在编 Solo 的时候有一些观念也可以跟大家做分享。或许你看完之后，在下次编曲或编 Solo 的时候有更多想法。所以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Solo 的影片的话，点这边或是放下面连结。先去看看，才会知道我后面在讲什么。那首先我会先跟大家分享我在编这支 solo 时候的逻辑。那如果大家想先看技巧层面的话，可以先跳到这个描述哦。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觉得音乐就跟语言一样，演奏就很像你用乐器说话的方式，所以可以分成3个层面。第一个，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说。好，比如说我现在说一句，我现在口渴了，可以给我一杯水吗？所以说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我口渴了。所以回到这个 drum solo 上面，为什么我要演奏？又或者应该说，我要演奏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演奏就跟刚刚讲一样，就是一个表达我在说话。所以在这个 drum solo 影片，我要表达就是一个自由拍号的概念。纵使在里面我的拍号是一直转换的，但是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律动。知道我要说什么之后，第二个我要问我自己的就是我要如何说。所以这边可以讨论到的就是一个设定，你的 solo 的设定是什么？它是有 tempo 的吗？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我们说120 BPM 这个固定的 tempo 吗？还是它是一个 free tempo 的 solo？那像我这个曲子，其实我是没有听 click， 但是我有设定前段跟后段有2个不一样的速度，所以在中间转换的时候，这个速度差就可以在情绪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比如说这个 drum solo 的元素其实很单纯，它就是一个舞的概念。1 3 4 1 3 4 1 3 4 1 3 4，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去演奏的。那同样这个概念，其实我可以用在爵士，我可以用在摇滚，我可以用在拉丁，各种不一样的曲风。那在设定上面，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曲风去呈现。那刚好讲到这个话题，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演奏其实很直接的反映了你的聆听习惯。好，有点绕口，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很喜欢听摇滚乐，在我的音乐的歌单里面，满满的都是摇滚乐。每个人都有喜好，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今天只听摇滚乐的话，我在演奏的时候，当然也只会打摇滚乐。比如说我今天听了一个爵士的教学，那我跟着打，纵使我练得再好，可能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别扭，还是没有这么到位。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你在平常聆听音乐的习惯上面，应该在更多元、更广泛。可能你会听到你不喜欢的音乐，那你就跳下一张。但是如果你只听一个特定的音乐风格的话，其实你也很直接的限制了你自己可以演奏的内容。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拓展你的音乐歌单，尝试聆听、吸收可能你不熟悉的音乐，不需要强迫自己喜欢这些音乐，但你要知道这世界非常大。所以这些音乐存在也有它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好，最后要问自己的就是你要打的内容是什么？像我刚刚有听到整首 drum solo 的元素都来自于刚刚这个5拍的概念，1 3 4 1 3 4 1 3 4。所以对于你要演奏什么，在演奏的内容上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像是一个说故事的方式。每个故事都有起承转合，要怎么把故事讲得好？起承，还有最重要就是转的这个环节，然后还有最后的合，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在编 solo 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你可以把这个起承转合，把每一段所负责的位置处理好。我相信在这个 solo 的演奏上面，可以到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下次大家编曲或是编 drum solo 的时候，也可以想想看这3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说？我要如何说？以及我要说什么？进入到技巧分享的部分，那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个 solo 第一个进去的过门。这过门很特别，其实它听起来就像是一个4/4的过门，灵感来源是来自于 Danny Carey， 我一直以来的鼓手偶像。那在他的乐团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The Pot， 那我的 drum solo 过门其实灵感来源就是来自于 The Pot 这首歌一开始进歌它的第一个过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索一下这首歌，非常推荐给大家。那原本歌的过门听起来像这样。好，可能这样听起来会有点奇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原因是因为它第一拍是空掉的，那我刚刚是用左脚去补那个空，所以会变成，所以它的组成也是一样，用一个5的概念，1、2、3、4、5，1、2、3、4、5，所以它的组成就是3个515拍。那像我刚刚示范的第一拍，我就是用 hi-hat 去补那个洞。那加起来刚好就是一个16拍，就是16分音符4/4的一个概念。OK， 听起来像是这样。2、3、4。2、3、4。2、3、4。2、3、4。好，可能有朋友还是不知道我在打什么。它的组合就是3个5，第一拍是用 hi-hat 踩，所以 hi-hat 是正常的4/4拍。手的部分是从第2个 one e and 的 e 开始，就是16分音符的第2点开始，所以是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过门我就致敬了我最爱的乐团拓。那接下来我就是把一样的元素，我从小鼓移到痛上面。好，所以大家有看到第一个5我是维持在小鼓，第2个5我是从小鼓出发到 flow tone， 第3个5我是用双大去演奏，那加起来就刚好是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嘟咕嘟咕嘟咕锵，这样刚好是一个16的过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它是把5放在一般的4/4里面去做移位，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不一样的组合。可能移到不同的痛上面，所以第一个过门进去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主节奏。一样是一个5的组合，只是它的5的组合是刚刚前面有分享的134的重音，134513451345134。那这里第一点我们是用双手 flam， 然后我们是把它放在2个小节的 bar， 所以听起来像是这样。
听得出来吗？它是用5个5去组成，然后最后用3连音。所以我算一次哦，1、2、3、4、5。1、2、3、4、5。所以这个 solo 一开始主要的 pattern 就是刚刚介绍的这个 pattern。那一开始我是用在 flow tone， 我们16跟18的 flow tone， 然后慢慢加 rag tone， 最后再加小鼓进去，让音色从少到多有这样的一个层次变化。接下来第2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 solo 中段有一个5对4 polyrhythm 的概念，那听起来像这样子。单听这样可能不知道我在打什么，但是跟刚刚一样，我的右手都是围绕在1、3、4、1、3、4、1、2、3、4、5、1、2、3、4、5、1、2、3、4、5、1、2、3、4，然后左手维持1、2、3、4、1、2、3、4、1、2、3、4、1、2、3、4，把它凑在一起就会变成。所以这边右手会有4个循环，左手会有5个循环。左手会是1、2、3、4、2、2、3、4、3、2、3、4、4、2、3、4、2、3、4，然后右手会是1、3、4、2、3、4、3、3、4、4、3、4、1、3、4、2、3、4、3、3、4、4、3、4，加起来就会像是这样子：1、3、4、2、3、4、3、3、4、4、3、4、1、3、4、2、3、4、3、3、4、4、3、4。这样就很有趣，做出一个4对5的 polyrhythm 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让它再有更有律动的感觉，所以在这边我的右手刚刚敲鼓边的地方是放在 flow tone， 然后左手一样维持在小鼓，听起来就是。那大鼓的部分就是跟右手一样同步。1、3、4、1、3、4，那一起同步，听起来就像是这样。听起来已经蛮有趣，但是我们左脚再加一个8分音符，让整个 pattern 更有一个稳定性，所以听起来像这样。DrumLab 台北主要是在分享以爵士鼓内容相关的音乐平台，那平常会有教学影片以及 Drum Cover， 还有更多企划正在执行中。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的消息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那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哦，我会放在这里或是下面有连结。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5对4的感觉的延伸。它是一个5对3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听听看。所以右手一样哦，跟刚刚一样是1、3、4、1、3、4，然后只是左手变成1、2、3、2、3、4、2、3、4、2、3、1、2、3、2、3、4、2、3、4、2、3。在这边右手会有3个循环，左手会有5个循环。那刚好它完整的循环就是一个竖拍，听听看，1、2、3、1、2、3、1、2、3、1、2、3。所以从刚刚5对4到5对3，我们的右手右脚跟左脚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左手它的参考点从1、2、3、4、2、2、3、4、3、2、3、4、4、2、3、4、5、2、3、4，
到1232234235231232234235233，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从简到繁的变化。那我示范一次，大家听听看中间转换的感觉。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从这2个 polyrhythm 去做流动跟变化，也尝试看看编出自己的东西来。好，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solo 后半段，它有一个主节奏，那其实只是前面4对5概念的延伸。这个律动我们要演奏大家比较熟悉的3/7拍重音，1、2、3、4、5、6、7、8，1、2、3、4、5、6、7、8的一个律动感。所以这里其实它是在一个4/4拍的框架里面，只是我的右手跟脚是以5的循环去演奏，所以到一定的长度它就有一个循环。所以其实这也就是 polyrhythm 的概念。一开始我在练的时候，左手是在 hi-hat 跟小鼓之间不断的替换，所以它会有那个3/7拍的感觉。1、2、3、4、5、6、7、8，1、2、3、4、5、6、7、8。OK， 那如果我们只有手的话，听起来像这样。所以可能听一次会有点难感受它的律动，我稍微快一点，然后循环个几次，让大家听听看，律动感听起来像这样。OK， 如果我们把它拆成一半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2组律动。第一组是好，第2组有注意到吗？第一组它是 hi-hat 开头，第2组是小鼓开头，但其实它们的相对关系都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把大鼓加进来，那这里我的左手就不在 hi-hat 跟小鼓间交替了，我们就只打3跟7拍的小鼓，来听听看。OK， 最后最有趣的就是我们把大鼓原本只有右脚，我们左脚也加进来，所以这边双大鼓变成1、2、3 and 4、5， 1、2、3 and 4、1、2、3 and 4、5， 1、2、3 and 4、5， 1、2、3 and 4、1、2就很简单。那3、4之间我们加一个 and， 所以是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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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一个5拍的循环，在我们的4/4的节奏里面。好，我们来试试看吧。
这次 solo 技术性的分享就差不多到一段落咯。那这些技巧其实也是我练了真的好几个月才比较上手的东西，所以如果有朋友自己想要跟我一起练的时候很挫折很灰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真的是很难很花时间的东西。其实爵士鼓学越久越多东西并不是靠1-2个月就可以完成的，有些甚至要超过1年，所以其实不用灰心，就是继续练下去，然后在练的同时有意识的去看你练的姿势，然后练的声响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这些都是要随着时间去跟着调整的。另外在这 solo 里面，如果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但是有朋友有兴趣知道的，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那如果有把这个技巧练成的朋友，也欢迎 po 在 Instagram 上面 tag 我们哦。好，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频道的教学影片都是我长期企划制作而成的，而你们的支持也是我制作这些优质爵士鼓教学影片很大的动力。所以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欢迎留言、按赞、分享，按下小铃铛，让演算法把这些优质的爵士鼓影片触及到更多人哦。Yesterday is the best day, today is the second。想要进步，想要学鼓，永远都不嫌晚。欢迎加入我的爵士鼓实体课程。那如果有单位有意愿合作，甚至你看完影片有什么想法想要回馈给我，都欢迎到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私讯给我们哦，我会放在这里，然后下面也会放连结。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些收获，我们下次见，拜拜。